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鸡蛋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可以做出各种美味佳肴。今天就分享一道新吃法，外嫩里香的独特口感，无需复杂技巧，简单几步就能成就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鸡蛋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8个鸡蛋，轻轻地放入盆中，倒入清水。我们用厨房纸巾轻轻浸湿后，细致地擦拭鸡蛋的表皮，可别小瞧这一步。鸡蛋表面隐匿着诸多脏东西，还有杆菌呢，只有仔仔细细、彻彻底底的洗净，我们吃起来才能安心。要多清洗几遍。待鸡蛋清洗完毕，将它们捞出，直接放入锅中。倒入足量清水，记得再往水里添上少许白醋，这白醋可是有大作用的，能让煮出来的鸡蛋更好剥壳。开中火，盖上盖子，耐心煮上8分钟。趁煮鸡蛋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块五花肉，把它切成片，选择五花肉，我们最好选择3肥7瘦的，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。再切成小块，然后给它剁成肉末。剁成像视频中这样有点颗粒感就可以。剁好之后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适量的芹菜梗，把它切成小粒，搭配鲜嫩的芹菜，独特清香，去腥解腻，且富含膳食纤维。切好后，把它和肉末放一起。再准备几个浸泡好的香菇，把它切成条，再切成小粒。放入香菇，浓郁菌香，提升风味，肉质更显醇厚。切好后，把它和肉末放一起，再准备适量的胡萝卜，先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条，然后切成小粒，加入胡萝卜，增添自然的清甜和丰富的维生素，口感爽脆。切好后，把它和肉末放一起，接着再简单的调个味，加入1勺的生抽提鲜，生抽能为肉末提鲜。接着加入1勺蚝油，能增添独特风味。再撒入少许食用盐，放入半勺胡椒粉，带来微微的辛辣与香气。而后加入适量玉米淀粉，它能使肉末在烹饪时更好地锁住水分，保持嫩滑。最后倒入适量食用油，帮助锁住食材水分，让口感更滋润。将所有食材充分搅拌，直至完全融合，像视频中那样呈现出均匀且富有粘性的状态，就大功告成。可先将其放置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鸡蛋也煮好了，轻轻打开锅盖，一股热气裹挟着鸡蛋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拿起漏勺，小心地将鸡蛋捞出，放入准备好的凉水中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煮鸡蛋时可千万别煮太久，时间过长，蛋黄容易发黑，不仅影响美观，口感和营养也会大打折扣。现在就让鸡蛋在凉水中浸泡一会儿，这能让后续剥壳变得轻松许多。过一会儿，待鸡蛋冷却，就可以开始剥壳了。按照我这样的方法煮出来的鸡蛋，每一个都圆润饱满，剥壳时也不会出现破皮的情况。轻轻一剥，完整的蛋白就露了出来。
剥完壳，准备一根针线，用它将鸡蛋纵向一分为二，动作要轻柔。就这样，把所有鸡蛋都均匀地分成两半，紧接着将鸡蛋中间的蛋黄小心取出。取出来的蛋黄，我们也不要扔掉，留着可制美味的蛋黄酱，或者做蛋糕更加香滑细腻。像这样全部给它处理好，随后拿起一个包好的蛋白，将此前精心调制好的肉馅填入蛋白中，尽量把肉馅塞得紧实些，让肉馅稳稳占据蛋白内部空间。待肉馅填充完毕，一个饱满的蛋白酿肉就成型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此时将它们依次摆放在盘中，排列整齐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下来再起锅，倒入适量清水，把水煮开，直至锅中的水沸腾起来。将酿好肉馅的鸡蛋放入锅中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8分钟。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几根葱叶，把它切成葱花；一条小米辣，把它切成小圈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时间到，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肉酿鸡蛋便基本成型。这时先关火，小心地将蒸好的酿蛋从锅中取出，把酿蛋的汤汁倒入锅回中，往汤汁里加入1勺生抽，为汤汁增添色泽与风味，加适量的蚝油提鲜增味，倒入适量的水淀粉，同时轻轻搅拌，让汤汁逐渐变得浓稠。待汤汁煮至浓稠适宜，关火，将汤汁均匀地淋在摆好盘的酿蛋上。最后撒上少许翠绿的葱花和鲜艳的小米辣作为点缀，一道营养丰富、好吃又好看的酿鸡蛋就大功告成了。当这道肉酿鸡蛋端上桌，热气裹挟着鲜香瞬间弥漫，咬下一口，蛋白的嫩滑，肉馅的醇厚在舌尖交织，丰富口感冲击味蕾，每一口都是满足。快动手试试，让这份美味在你家厨房绽放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